其实从小到大身体比较虚嘛，所以阿嬷会煮一些中药给我喝啦。然后那个苦呢一直停留不走啊，所以对于苦味，我觉得还是不怎么喜欢啦，没有人会喜欢的啦。我这一次探索呢，比较好奇的就是有没有其他饮食文化啦，会利用这个苦味作为一道菜的主要风味。我自带一股强烈苦味，来自各个世界角落的我，蕴含着不同的风味。少了它的搭配，或许你只能尝得到我的苦涩，而尝不出其中的香甜味。外在朴实，内在讲究，我就是你苦日子的添加剂——黑巧克力。巧克力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很多喜欢甜食的人都喜欢吃它。但是在巧克力家族中，就有一位苦味成员——黑巧克力。它虽然口味偏苦，却让很多人为之着迷。Ronald， Hi Evan。你们这些巧克力啊，这里有注明好像不同的果味啦，为什么你们会想到用这些不同的风味来搭配这个黑巧克力呢？这些都不是搭配的，这是叫 single origin。它的成分呢是很简单的，只是单单可可和糖。这个可可它的果园里面周围种植一些其他的植物，好像香蕉树啊，或者是芒果树啊，都会产生一些可可能够吸收的口味，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可可的风味的。刚收成的可可豆需要在50度以下的室温放置5到7天。进行发酵，发酵之后才会产生可可味。烘焙可可豆在形成风味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烘焙的过程中，可可豆所含有的氨基酸和天然糖分会发生某些化学反应，从而转化为风味化合物。这个过程释放了可可豆的所有香气，提升了可可豆的味道。这台机器呢，就是帮我们把我们的可可，磨成浆。这个还没有添加糖哦。先给你试试看这个味道。谢谢。哇，它的那个苦味呢，其实有点像酸的那种咖啡的味道，水果的那种酸苦苦，对，果酸，还有带一点苦的那种味道，很香很香。它是苦，但是呢，过后的口感呢是有一点果香味。对。可可与糖成就我低调却奢华的身影。我之所以被称为黑巧克力，是因为我体内的可可含量不少于50%。糖属于碳水化合物，它的甜味可以改善许多食物的适口性，增加食物风味。当可可的原有风味添加了糖之后，其中的风味就更鲜明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成品。单元黑巧克力方块，谢谢。哇，它的味道跟刚才很不同哦，因为那边的是很苦，现在我可以吃到不同的一些风味，就是好像有点红枣。对，刚才因为还没加糖嘛，还没加糖，它的那个果味不会散发出的那么明显。真的很好吃，很好吃。我们还有使用单元巧克力，把它提炼成其他的一些产品。这种巧克力我们叫 bonbons 夹心巧克力。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一些夹心的酱，来配我们这个单元巧克力的。这个就是我最喜爱的一个产品。这个呢里面是含有咖啡的酱，然后外壳呢就是我们的单元巧克力黑巧克力。那它这个苦味从巧克力出来，然后里面咖啡的一些香跟苦味。OK， 我来试试啊。哇，就是它的那个分差其实是特别的大，所以咬的时候有点好像怎么说呢，两种不同的那个层次的口感。我们吃巧克力最主要的就是它有层次。那有层次的口感呢，吃起来会比较爽啊。比较爽，肯定很爽。
意大利料理中不乏用巧克力入菜的佳肴。据说他们是第一个结合巧克力和咖啡制作蛋糕以及饮料的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与可可粉搭配的提拉米苏。这家位于米兰市的提拉米苏精品专卖店，售卖不同口味的提拉米苏。开业自2018年，由母子精心打理，儿子掌管店面，而妈妈乔瓦纳·阿诺亚则是店里的灵魂人物，负责制作提拉米苏。Potrei dirvi, io credo che tutti gli ingredienti siano importanti perché per creare questo contrasto tra dolce e amaro tutti gli ingredienti sono importanti. 人们说我一苦一甜的味道像极了爱情，我因此成为意大利最浪漫的甜品经典。我浓郁的甜香来自白糖、蛋黄以及马斯卡彭乳酪，它们是让我口感丰腴、清香诱人的幕后推手。而苦味则极为讲究，只有浸泡过咖啡的意式饼干以及纯正可可粉，让你一口就记得我。乔瓦纳说，少了苦味的提拉米苏无法凸显奶油的甜香，所以可可粉非常的重要。吃一口提拉米苏，你首先尝到的就是粘附在舌尖上的可可粉，接着是饼干跟奶油。这三者交融的滋味会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地吃下去。苦与甜被证实是甜品界的完美配对，用可可豆制成的黑巧克力更是暗黑甜品代表。但是墨西哥人却以它入菜，做成酱汁，成为有名的国菜。它就是 mole 魔力酱。我很好奇，这道用了黑巧克力入菜的魔力酱，风味又是如何？主厨 Luis 来自墨西哥瓦哈卡，魔力酱的起源地之一，向他讨教绝对没错。Mole is a complex sauce. It's really full of aromas and textures, I would say. Right. The main and the critical will be the chilies always, and the chocolate. 数千年前，辣椒和巧克力就已经被墨西哥人搭配使用。玛雅人最早开始把可可应用在饮料中，他们把可可、辣椒和香料做成又苦又辣的泡沫发酵饮料，并认为这有助于提神醒脑。We hav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chocolates here. So why two chocolates? This one is a more natural chocolate. It will be 65% cacao. Okay. And this one is more traditional, I will say, grandma style chocolate, Mexican. Okay. This one has cinnamon and sugar. The dark chocolate will give this full flavor of a little bit of bitterness there, but that's why we will balance with the other part of the chocolate that with cinnamon and sugar. Okay. Because we are not fond of bitter flavors. 真正的魔力酱味道偏甜，带有一股坚果香味。几乎所有的坚果、种子、配料都要经过慢火烘烤，才能产生和谐风味。魔力酱历史悠久，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就地取材，融合改造。如今每家每户各有家传秘方，没有既定食谱，配料也随心所欲。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加入黑巧克力。有人说黑巧克力及烘烤、坚果、焦糖风味于一身，或许这就是让 Luis 觉得黑巧克力是令这道香料酱的风味更饱满、更和谐的关键。It actually resembles something that we've eaten all my life in Singapore. Okay. Wow. So it tastes a lot like a finer version of our satay sauce. Okay. Yeah. A little because of the familiar. nutty part. Yeah, the nutty part, yes, the But it's nutty complex. part. I mean, you will find bitterness, you will have sweetness, you Yeah. will have the spicy. So it's a very friendly kind of suitable for all palates. 我觉得黑巧克力这个苦味呢，使这个整个风味呢，其实更复杂了一点点。然后吃起来呢，然后会觉得这个整个味道呢，也会更饱满一点点。它整个风味呢，其实有比较新奇的一种口感，一个比较新奇的一个体验。
多数人爱吃我的果肉，却嫌弃我苦涩的外衣，把我一丢了之。直到我遇见一位东方大厨，他把我的搭档下锅慢炒，用小火融成液体状，让他把我紧紧包裹，再用大火将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就是传统的港式零食反沙柚皮。食物中含有1/2的甜味，我们的味蕾就尝得出来。但是只要1000000的苦味，就能触动味蕾神经，可见人类对苦味味觉特别敏感。我即将拜访 Chef D 陈少秋，跟他学习如何透过食物搭配提升苦味的层次。这道就是我小时候常吃的反沙柚子皮。我好像我们家也有吃过，只是你这个做的比较精致一点的。通常是我们好像在中秋节啦会吃到这个，因为他们就是那个柚子他们扒了嘛，然后那个皮会放在外面晒干。对，我知道他们一晒干之后呢，然后拿去做出来的一个甜品。对，就是不要浪费食物嘛，而且它的功效也很好啊，有化痰啊，帮助消化啊，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啊，都是很好吃的一道小吃啊。OK， 你讲要讲我们就开始吃了。因为我们用糖包住了，就吃不到柚子它本身的一个苦味了。你要很仔细的去想象那个柚子皮才有那个味道。所以我们中餐通常是用这个糖来，就是甜味啦，来克制那个苦味嘛。对，有没有想过，好像说用其他的调味料，像说五香粉啦，或者是不一样的那种味道来搭配这个苦啊？有，其实我有准备另外一道，就是用酸跟辣来调味。它有别有一番风味啦，就是凉拌柚子皮。Chef D 分享说，制作凉拌柚子皮，他会特别选择柚子皮的白瓤部分，因为它的纤维较松软，口感更佳。切成薄片，有助于去除苦味，也能更好的吸收凉拌酱汁。许多人无法接受我的苦涩味，不妨告诉你，盐就是我的秘密武器。盐能够破坏柚子皮的表皮细胞，使它本身的酵素失去活性，减低苦涩味，让我与酸辣拌酱成为餐桌绝配。咖喱放一点点，再加一点小红葱哦，下辣椒咯，咸香味，豆豉，再来我们就放一点点醋，这样酸味会比较重一点。对。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酸跟辣的搭配呢？我的灵感是来自于川菜的凉拌菜啦，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吃酸辣的东西。OK， 所以其实我尝试过酸跟辣，可以带出柚子的另外一种层次啦。对，所以给你试试看。好好好。好吃啊！因为它至少有那个嚼劲，嚼劲哦，有那个口感在那边。我觉得这个柚子的味道呢，跟那个苦涩味其实还是存在的。只是因为其他的调味料，那个辣啦、那个醋啦，它开始已经融合起来了，所以你吃不到是不同食材的那个风味了。对，我再吃多一点点哦。好。自2016年米其林首次来到新加坡开始，下院中餐馆就年年摘星，获得米其林1星的荣誉。餐厅会根据季节更换菜单，在柚子盛产的时节，会推出做工繁琐的传统粤菜——虾子柚皮。桌子上有熟跟不熟的西柚，然后我们选择用不熟的西柚，因为不熟的西柚它的白瓤比较厚，纤维没有这样多，所以吃起来口感会比较细腻。这是不是这批人要怎样去处理它的那个苦那个味道呢？我们首先来刨水，刨水了之后叫穿烫，穿烫之后再刨水，它这冷了之后就拧干它的水分，然后再给它刨一下水，就是再正冰放去雪柜。这个步骤要做2到3次。你这样老实讲哦，其实这道菜不是很麻烦啊？对呀，这个东西原本是苦的，然后你去把那个苦味去掉，对，泡了2、3天才可以开始用。这样你干脆不可以用别的食材吗？一定要用这个吗？因为这个它有很好的吸附力 ，OK， 它会吸收火腿啊、猪肉跟鲮鱼的香味，明白。它又可以解腻。
虾子柚皮，顾名思义就是虾子搭配柚子皮。但是在我顺利登场之前，首先必须煎香鲮鱼，取得海鲜风味，接着汆烫火腿，炸香猪展肉，两者都是为了抽取它们的鲜香味。再来就是用慢火炸柚子皮，提升口感。现在我们要开始焖这个柚皮了。OK。据说鲮鱼、火腿、猪展肉这3种食材都含谷氨酸，具有鲜味，能平衡苦味。柚子皮在焖煮过程中能吸附高汤，入口不只能尝到鲮鱼等食材的鲜甜咸香，加上天生自带的淡爽清香，还能解腻。最后撒上咸香的虾子，惹味之余，更让我提升档次。谢谢你准备这道菜啊！我现在不客气了，我先试吃了。好，我吃。哇，真很柔。我没有想到它是那么的软，因为它的柚皮吸收了那个汤汁嘛。其实再次吃到那个苦的味道，就是对那个后劲里面有一种那种苦干苦干的味道。哇！所以那个虾子呢，其实它有那个作用，就是它是有比较重的鱼腥味。对。它的本身也是，它是比较咸的那种。鲜香。之前 chef 在准备这道菜的时候呢，我就偷吃了一点这个在浸泡这个水里面的这个白瓤，其实只是像喝白开水的那种苦味，你知道吗？只是他完成了这道菜，我就吃了一口呢，很奇怪的就是这个苦的那个味道呢，有一点好像还原了，它的那个苦也还是很清淡，很容易接受的一种苦干的一种味道，再加上这个干的这个虾子呢，很顺口，所以我就觉得。要了解这个苦味开始为什么会不煎掉，然后又跑回来，我可能要自己去尝试一下，了解这整个过程的一些细节。我是用泥藤豆种子压扁制成，人们爱上我酥脆的口感、独一无二的香气，更沉迷于我那股能够驻留口腔的苦涩余韵，也造就了我苦饼的名声。苦饼在新加坡很常见，它其实是源自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小吃，搭配食用的方式花样百出。反复展示着丰富多元的当地文化。来自雅加达的 Stefano 食用苦饼几乎是他的日常。This is something I'm very familiar with. Yeah. So when do Indonesians eat this? Mostly this item is consumed or famous from west side of Java. They like to eat the belinjo like either on the side or actually they like to dunk into the soup itself, just part of the toppings for the soup itself. Okay. But on the modern day, like people start using it as a snacks. 制作的原材料泥藤豆的种子带有苦味，先把成熟的泥藤豆倒入锅里加热，以沙作为媒介炒透，去掉外皮和内壳就可取的种子。再用锤子压扁，晒干后油炸，带着独特苦香味的我就诞生了。To be honest, like a lot of Indonesians enjoying emping because of the bitterness actually. And I think it also can neutralize your tongue because Indonesian food is a lot of either very sweet or very savory, right? And to have a little bit bitterness, it just like help to neutralize your tongue. Something like the palate cleanser, is it? The palate cleanser, correct. Stefano 介绍了这个 emping 之后呢，我觉得苦味好像忽然间可以算是一个百搭的一种风味，咸啦、鲜啦、甜辣，我觉得跟这个苦的搭配呢，其实是挺不错的。我们在拍摄这整集呢，访问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厨师啦，确认了我这个想法，就是通常我们在烹饪界呢，很少会拿这个苦的风味呢作为一道菜的主要风味，因为没有人会想要吃苦的东西嘛。今天的创意菜呢是来专打这个苦味，就是把苦味藏在主要的风味底下，然后就好像作为一个最佳配角的一个方式来用这个苦味。
今天要挑战的方法呢，就是用一个特别苦涩的一个食材啤酒花，它的花香是特别的浓，可是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整个嘴巴都是充满着苦味，所以我觉得要挑战这个苦味呢，这才是最佳的一个食材。我觉得洋膻味呢，其实在风味上呢是特别搭这个苦味，所以今天要用的就是这个羊肉。我们把这个啤酒花捏成粉，撒在这个汤里面，然后这个盐呢，同样的撒上这个啤酒花，搅拌。我现在是用那个啤酒花来干炒这个糖跟那个盐了。把这个啤酒花本身的那个精油呢拉取出来，然后转到那个盐跟糖里面，所以我在用的时候呢，它其实有这个啤酒花的苦涩味，也有它的香气，所以我们在调味的时候呢，在控制这个苦味跟咸度啦，跟咸味呢会比较容易控制了。来，现在品尝这次的这个创意菜。那个啤酒花香呢，其实算是挺重的，差一点点就是有点失去控制了。我觉得，其实，在吃整道菜的时候呢，那个啤酒花本身的那个苦涩味，其实隐约的能尝得出来。可是因为它有那个羊本身的那个脂肪，苦味变成很短暂，至少吃出来的时候没有那种比较苦的呛那种效果，所以做起来我觉得是挺不错的。那苦干的这个效果呢，其实对这个整道菜其实是很不错的。你吃了一口呢，又想再吃多一口，这样的一个效果是挺理想的了。